榴莲莫属，生产地遍布东南亚。光一棵榴莲树一年能产300到400个榴莲果，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。像目前我们看到这批榴莲是南部的榴莲，南部是从那个泰国的亚拉那个地方再上来我们这边，所以大概运输时间花了30几个小时。基本上榴莲到了我们这里之后，我们要先放大概4个晚上，因为榴莲属于后熟的水果，外表这硬邦邦又浑身带刺的壳，要判断熟度有美感。我们看它熟不熟呢？我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是要先放4个晚上嘛，对，那4个晚上之后的话，就会听它的分辨它的声音，像这声音就稍微有一点点空心的声音，可是还没有到很熟，所以这种果应该还要再放1天。你们一敲就知道。对，还要包含它的颜色。像我们做加工的话，会希望果肉那个成熟度比较高，熟度比较高，味道比较浓。手上的工具是特殊研发的藤条，最上面绑着胶垫，就像在训斥榴莲。用力敲，如果声音听起来空空的，代表果肉和皮已经分离，就算熟成了。这边是属于一个我们的水果的加工间，就是从我们水果是第一道手续，就是我刚才讲到零下45度，急速冷冻之后，急冻之后，就会陆续的来这边按照订单来做加工。像这个芒果就是应该是要做我们冷冻干燥用的。热带水果在这几乎都有，芒果、山竹都还是上选品。冷冻半成品加工，切块后做成冻干。这里是刘秉二到泰国打拼33年的天下。公是主要的一个动力来源，大概时间在8到10小时，就1顿1个小时。体积小的会比较快，那体积小的我们会用单体的急速冷冻，就可能不会放这整天来，比较体积大的果肉，榴莲肉比较厚的。那也一部分会再用零下196度液化氮的那种方式来做处理，这个更快。年轻时的刘秉二是一家水果贸易商业务，当时在台湾还没看过榴莲，到泰国旅游时发现四处可见，动起创业念头，带着100万只身到泰国做独门生意。当初量也很少，那我们运到台湾的量空运为主。1周1次、2次，1次1顿半这样子就先去适应一下台湾的市场。那时候91、92来的时候，观光客很多，慢慢的很多台湾的旅游客喜欢来泰国旅游，然后来泰国吃的泰国的榴莲啊、山竹、红毛丹等等热带水果，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很好吃，然后再延伸到台湾的市场。热带水果在台湾窜红，助攻刘秉二站稳在泰国做贸易的根基。毕竟做鲜果买卖俗称武士，市场变动快，必须抢时效，每天就像打仗。但门槛低是好处，同时也是致命伤。当这个市场后来慢慢的有这个需求量了之后，那别人也看到这个商机，就很简单，带个手提箱就可以来这边入行，就用一些设备来把这个产品增加它的附加价值。还有它的保存期间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盖冰库，就把这个水果能够在一个盛产期做个调节，一部分可能冰起来，一部分就是外销，这样子可能会生意的周期会更久。砸4000万大手笔买冷冻设备，产业升级设更高竞争门槛。等淡季时，全市场只有它能供应，间接掌握了定价权，不让别人追在后面跑。通路也从台湾延伸到美加地区，但问题又来了，卖冷冻水果必须要有冰库，一般货架难以陈列，要推广还是有难度，决定投入技术含量更高的干燥设备。
那一开始也是叫好不叫座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可以保持水果的原味跟它的营养价值。那可是相对它单价就很高，因为它的制造成本也比较高啊。然后水果又要好的水果，因为我们没有放糖，没有放香料，加工成本高，相对的售价就贵。前后花了10年，才让果干市场达到巅峰。走过利润风险高的鲜果买卖，到冷冻保鲜，再投入资本做果干，历经3次转股，不乏失败波折。时常有去包园啊，之前后来包园、包果园，然后被包完之后，那个园根本就不是带我去那个人包的，对，然后定金都给了，东西也拿不回来，对，累计加起来70、80万有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来讲是非常多的一个金额，对啊，我还甚至跟我们公司的之前请来那个会讲中文的同事说，啊，糟糕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钱机票可以买机票回台湾的。包下果园却被仲介诈骗，连个水果影子都见不着，还不止发生一次，挫折却被他当作是经验。越挫越勇，我们就是说不要怕摔跤了，摔跤之后要能够爬得起来很重要。刘秉二懂得抢在趋势前看到未来发展，从小业务翻身水果界台商之霸，打造年收5亿的果干王国，能把危机事故变成人生故事，是他创业的真本事。